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尊使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 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Is that right?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 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乌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锭，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It's a monster.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蚕丝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 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省的丝工都不用吃饭了？ Oka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 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 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2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你们先走，来，给他们
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不行，给想打死他！哎，走，回上，你搀着我。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八方争利，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喽，哼，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呀！哎，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他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这么多年了，一点改变都没有。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办厂，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胆。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哎，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报！急报，有灾情！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来了。不劳所。恭喜古大爷、古大奶奶喜结连理啊！大爷、古大奶奶百年勤劳。预备停机。预备过塔。奉茶。
这个镯子啊，跟你头上的簪子是一对儿，都是他爹当年给我留下的。你好生留着，别再分离，知道了吗？谨遵娘的教诲。发次第杯。日常。怎么不做啊，玉儿？帮我呀，看不见路。哎呦，啊！你能帮我把这个拆了吗？太重了。好家伙，跟顶一水桶似的。可太沉了，我脖子都要断了。早知道成亲这么苦，我就不成亲了。你干什么？早知道这么好看，早就把你娶回来了。朝奉郎，起居舍人，之子高，群臣兵部尚书，江陵将军，此子今日的前9岁，前来之后，便赠送于此慈禧一项，御书父子叔子各一体，白玉餐具群套，紫檀苗件全套家具整堂，主人出言。没来晚吧？新郎官，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对我的胃口。我问你，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啊，记得。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你能干不能干？他自然会答应。九帅委以重任，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啊。这是何事啊？又来这套算文假醋的东西啊！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我怕我能力不够，别替我乱答应。嘿，急了。
叫你出来救市，敢不敢？没想到我长嗣晚年还有这么一福啊！老天对我真是不薄。我这位古兄弟，错了啊！错，又叫上兄弟了。姑爷，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没那么多规矩。我这个古兄弟啊，一身侠骨，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都是我的福气。10年的仗打完了，现在的南京城，夫子庙成了野树林，秦淮河成了臭水沟。以前最热闹的文庙，现在是一片荆棘。这场仗，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具体要怎么做呢？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还得是有官身、懂经商的。他要把江南7省好好经营一下，尤其是南京城，中外观瞻非同小可。至少让人说一句：朝廷拿回了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是，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古先生过谦了啊！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若是我出来主持这个局面，怕难以服众，惹人笑话呀。那你说说，还有谁能服众啊？就好像京城有李万堂，浙江有吴才士，山西有靳文才，还有一代茶商李中登，他们哪个不比我强？他说的话可比那戏台上唱的好听啊！你既然如数家珍，这些人后边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啊？啊？我酒精没了，好好陪他聊聊。不送。他说不送就不送，你不多事。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2品官。你刚才提的那些人，岂能入他法眼？笑死人了。那你倒说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呢？有啊，你怎么不说皇上、老佛爷？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教了。行，我来跟你说明白。倒酒啊！这李百万，他的后台是6爷；吴财神的后台是左宗棠。至于李中登，偏安一省，没什么大出息。靳文才还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好一张利口，天下英雄都给骂了。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只好上门求贤了。现在两江总督瑞林是刚调过来的，手里也没钱，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10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就是个火药桶，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我只怕我自己拼得粉身碎骨，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啊！怕了？怕呀！我有老娘，有妻子，当然怕。你先安排好时间，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能做不能做，你到时候看了再做决定吧。哎，你不是那头的吗？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了？你最近可以啊，仗自己是新郎官，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投到老九麾下，想得美。12岁选我入宫，我连皇上都不伺候，该跑一样跑。一个老九给我洗脚，我还嫌手粗呢。我的事你就别多打听了，南京见吧。恭喜啊！
兄弟，行啊！我可头回见这九帅对人这么客气啊！你可以呀！这以后出去了，这全天下的官见了你，那我都得低三下四，吓得屁滚尿流了。不找麻烦，麻烦来找我。他们要让我做两江总督瑞麟身边的参谋。这不是油锅里抢饭吃吗？这把人架在火上烤，这差事可不好。可是呢。报！北京李万堂老爷，请杠子李信前来护使，在群堂护子。二哥您吉祥，李公子您吉祥，里边请。哎，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成亲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就差那一杯喜酒，那么令我想着小门小户的成个亲，何必把你从京城再折腾过来呢？以后见到面了，再请你喝一杯。这次来的仓促，礼物带的不够的地方，下回给你补上。那都是小事。李公子好啊！哎，上次在上海，你帮了我那么大一个忙，没连累你吧？什么话？自然是连累我了。所以我心里一直是很歉疚啊。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啊！帮你，我心里高兴；要让我爹赢了，我心里反而不舒服。怎么讲呢？要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八戒权贵才能来，那不是寒了全天下生意人的心呢？凭你这句话，我们得好好喝一杯。